山棱柔美起伏的线条。顶上引领的观日人，张眨着殷切期盼，即使晨露正寒，丝毫不悔衣履上沾惹的一道厚霜。只需喘息片刻，一幅云蒸霞蔚的日出景致，已然宽慰了旅人炙热期待的心，一解与大山与日月星辰浓密而缱绻的乡愁。这是大洞山绵长又颇富哲学意味的知名晨曦。为了一睹这幅令人动容的壮丽光芒，旅人借由一条高升的森林步道，赶赴这场与曙光赛跑的清晨之约。在揽尽霞光之际，步道两侧绿林掩映处，周啾着早起觅食的美丽小精灵。而头上脚下正透露着造物者在台湾岛上雕塑的万年玄机。当倦意缓缓袭来，森林火车的动人身影已经驶入奋起湖的清丽小山村。怀念的火车便当，勾起旅人旧日的绵绵柔情。这一切的感动，就曲折爬升在阿里山森林铁路的不远处。这不时奔月而出的旌旗，就高高悬在步道尽头的大洞山顶。天际明月一轮，然而在浓密的森林底层，夜行客只能借助头灯的指引，屈步向上。天光为明，海拔不断攀升，早起的人儿就要得到回报。我们今天这么早就出门哈，就是为了看大洞山的山顶的日出哦。那目前这个时候的日出时间大约是6点半到6点40之间哈。那大洞山日出它最大的特色是它日出时间长达3分20秒。那它一般我们看到日出都大约几秒钟，像阿里山日出大约3秒钟就从山顶这样蹦出来，那这边可以3分多钟，所以待会大家可以慢慢的欣赏，然后顺便可以看看周围的一些山峦景观，它有360度的视野，要带手电筒带头灯。上林线哈，天亮了。对，我们已经到了山顶了。哦，上面。所以你看天已经渐渐开始快亮了哈，日出已经待会就快要出来了。对，那这边海拔1976公尺。OK， 赶快上去看。都结霜了。哇，整地都是霜哎。到了，已经到了大洞山的那个观景平台，这边海拔1976公尺。对。然后大家可以看这边视野很棒哦，360度的景观哈。那你们看到那边最高的最尖那座山就是玉山主峰，那它的左边有点像骆驼状的是北风，北风。那日出的方向在哪里？日出大约现在目前，因为它春夏秋冬都不一样，看着随着季节而变化。那目前大约在玉山的右边，因为现在温度大约只有3度左右，所以你看我们大洞山顶的那个解说牌哈，都已经结霜了哈。然后大家可以看哦，这个其实我们管理处都有在这边做那个解说牌，然后针对大洞山日出做个介绍。你看它结霜结得很严重，把它拨开一下。很厚啊，很厚哎，你看。拨不完了。这可能要花些时间。你看这大洞山3个字，待会就慢慢可以浮现出来，很厚哎。好吧。越来越冰了。下面好像很重要是这个数字哈，3分20秒，可以看一下。把它拨开。大家不要试试看，很冰哦。3分20秒的日出。对啊。3分20秒瑰丽的感官之旅，当然值得在寒风中漫长的等待。不同季节、不同角度的日出奇景，不时幻化出奇异的云影天光，吸引着旅人登高翘首，只为了那瞬间永恒的惊叹。那真好。这个车特好多。
柔许的晨光温暖着山之顶，这是大洞山一天精彩的开始。唯有亲临现场，才能感受到山峰由寒转暖的轻抚，霜雪消融在露水中的寂静。云从风，风从云，在追逐的游戏中，广袤山容逐渐横展眼前。我们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大洞山顶，它海拔1976公尺。那这个地方以前它因为它视野很好所以以前是林务局的那个一个防火瞭望台。那后来是因为随着登山健行活动的盛行那我们林管处就把它整建为一个观景的一个平台，就是目前大家站的这个地方那各位看那边是东边那边可以看到整个那个玉山山脉，还有阿里山山脉。然后各位看这边是塔山塔山山脉就是周主圣山。那塔山的山脚下就是那个来吉的部落。然后继续往这边可以看到那个草岭峰山，还有整个太和地区。然后这个地方是360度的视野那往那边看可以看到曾文水库，还有茶山，还有阿里山公路那个细顶那个地方，所以它也是一个观星的好地方。那之前那个流星雨的时候，有很多的游客都上来这边看，所以这边的日出云海晚霞，甚至观星都不输阿里山。朗朗清日，更能体悟到林管处于此高点设置观景台的用心。据说绝佳的视野，入夜后甚至可眺望嘉义布袋港的渔火点点，和山顶天幕的星光遥遥辉映。在阿里山胜景的光环下，大洞山同样拥有多元的风貌、多样的步道规划，等待游人亲旅临风。尤其四季地善的动植物生态，正也是这里吸引人的魅力之一。我们不同季节到这个地方来可以看到不同的植物景观。譬如说，像各位看到这个开很漂亮的那个绯红色这个植物就是山樱花，它是我们台湾的本土树种。这个树是我们林管处在大约89年那时候把它种了几十株在这边，就是要美化整个景观。那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诱鸟植物，它经常会有吸引很多像白耳画眉或是冠羽画眉在这边栖息。它一般的花期很长一般都从大约11月可以到2月，比较早的话可以11月就开花，那可以延续到2月。蔷薇科的台湾山樱别称飞寒樱，花色绯红，并有重瓣品种和五单瓣之分。花大多单粒下垂且不完全开展的飞寒樱，如小铃铛般的满树绯红，在一片花市寂寥的灰蒙冬日里，特别显得红艳灿烂。栗褐色的树皮分布有许多皮孔，3、4月后，随着嫩枝绿叶登场的是红黑色的诱人核果。不论是果实或者缤纷的山樱花，都是昆虫山鸟的季节美食。台湾特有种的冠羽画眉更是其中的常客。有着红嘴红脚的红嘴黑杯，在一束绯红中特别显得昂水欧短蓝。然而，在群鸟争鸣、山樱大开大放的大洞山顶，才只是步道之旅暖身的开始。自行开车由嘉义前往大洞山，可选择省道18号阿里山公路往东至石桌，转169县道，过奋起湖老街，续往前行于14.5公里处，右转往来吉方向，至多林检察所，对面即为大洞山步道登山口。另一路线即由石桌续行省道18号阿里山公路至52.8公里处，转往阿里山乡的顶湖小山村，即可开始步行前往大洞山。嘉义县公车安排有固定班次行驶至奋起湖，或考虑由嘉义搭乘阿里山森林火车至奋起湖站，再由奋起湖步行，或安排交通工具至大洞山登山口。
旭日东升的大洞山顶，吐纳着初春的料峭，微寒的气候更符合了大洞山的山名由来。为了赶赴日出，大早摸黑来的步道，在晨光中悠悠清晰地静卧峰顶周遭的原始林内。这边已经快接近山顶了，下面都是一些箭竹林，然后这边有一些原始的阔叶林哈。那步道的材料，你看都是以早期做的，是以就地取材，就是以目前以当地的食材为主，所以各位发现说，走起来蛮自然的景观。后来的因为食材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后面做的都是一些以整木材为主。那早期的步道就是以天然的食材，所以这种它的最大的好处是很坚固啦。大洞山森林步道被规划为一条环状的健行路线，并分为全长大约5公里的主线与另外2条支线相互通连。游人可以依照自己的体力、兴趣选择不同的游憩路线，观赏沿途的丰富景点。观日之后，我们拾级而下，体验步道两侧随着海拔升降而出现的不同林相植披、不同风土景致。这边还有一个岔路哈。对，你看哦，我们从大洞山顶这样走下来哈，到这个地方，岔路，像这边左边是往鼎湖。往鼎湖的那个地方，那这边就是往奋起湖方向。那待会沿途会经过那个18罗汉洞啊、明月窟、流星崖这些景观。那各位看上面这里有块石头很特别哦。对。你看它长得很像那个一只那个大象，有没有？像它鼻子还有那个洞是眼睛，有眼睛，然后那个有个好像它的长鼻子这样垂地，有没有？所以那它另外一面像狮子啊，所以它的名字叫石狮象啊。然后你看这边周围的景观，看这林相有很多那种很笔直的那个树这个叫柳杉。那它这个柳杉是原产于日本呐。那它的造林年代大概民国20几年就开始就造林到现在了。那日本人一直认为说这个树是他们的国宝树，所以就在台湾种了很多。那之前我们台湾有一种树叫台湾杉，那台湾杉日本人他们有一种优越感，他认为说柳杉的那个材质会比台湾杉好。所以他们把台湾杉取名叫亚杉，亚洲的亚杉，等于是说台湾杉是第2的。其实台湾杉的那个品质都比柳杉好太多了所以他们把台湾杉取名叫亚杉。所以你们会听到说有些树种都是阿杉吗？就是台湾杉。对，那这个柳杉一般的话都是做那个电线杆你看早期台湾很多地方的电线杆都是用这种柳杉做成的。然后你看这个棕榈有没有？这个树形也很漂亮，然后跟樟穗啊，它以前也可以做那种蓑衣。那奋起湖这边的山区蛮多这种棕榈树的。清康熙年间，棕榈科的植物开始由南洋、印度、热带美洲等地区引进台湾。这种带有热带岛屿气息的植物，后又经历日据时期。因为用途广泛，从叶子、叶鞘到叶壳都能提供纤维制成绳子、草席、蓑衣、篮子等台湾民间普遍的民生用品。即使棕榈的功能早被取代，但在今天距离大洞山不远的鼎湖地区，仍可见到为数不少的棕榈高高挺直在这个被盆地围裹住的封闭小山村。早年，鼎湖是日本人在台湾培育蔬菜种子的试验地之一，当地住民经常得挑着蔬菜种源以及蓑衣等经济作物取到今天的步道路径，一路挑到奋起湖，再由森林火车运输至台湾各地。一条流淌过鲜明汗水的道路，如今已是全然不同的风貌。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步道它就是整木步道，它这个是那个柳杉。它是就地取材，就是旁边周围的这个柳杉的林木因为它有时候长得会太密集，所以我们要砍一些掉然后疏伐，然后利用它的那个中小径材然后把它做成这样子一根一根的这样子整木步道，所以这样走起来也蛮舒服的，然后也很自然那它坏的话我们再抽换就好，像这一根有没有？这支它久了还是会腐朽，那我们到时候我们会把它抽换。
然后再换新的上去。所以这边看的步道跟我们那个接近大东山顶看的不一样，那边也是就地取材的那个石材嘛。那这个整木阶梯走起来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那个景观。取之自然，用之于自然，一阶一级深邃幽通的林间步道，沿路山风送爽，鸟语相随，在人工的木栈道上，不见突兀造作，每一步的踏出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鸣。大洞山森林步道属于奋起湖风景区的一部分。奋起湖老街周遭富含古早味的民俗特产、风味餐饮以及旅店等住宿设施，都能提供游人完善的食宿选择。大洞山步道沿线水源缺乏，健行者需自备足够的饮水和食物，并选择晴朗天候前往，才能一睹壮观的日出奇景。大洞山步道属于大众化路线，但雨后湿滑，行走必须特别谨慎留心。竹林、柳杉林、天然阔叶林，从海拔1976公尺的大洞山顶一路穿梭往下，林相变化丰富，层次分明。稍加驻足，山岚青烟正由枝叶的缝隙间招展拂过。步道沿线各具特色的风景据点，以各式鬼斧神工的万年之姿，叙述着远古的身世背景。走路都要低着头走啊。对啊，这边就是我们大洞山步道很有名的那个流星崖。哦，你看，它就是像那个流星一样哈，这是一块大石头，然后就像流星画向天际这样子，然后靠着海边这样的流星崖。那这边也可以看到那个奋起湖的山城。哦，好，可以看到整个奋起湖这个村落的一个全貌。对，那这个地方算是大洞山步道一个蛮知名的一个据点呢。那待会我们继续走。可以看到明月窟，继续往前走，小心啊，小心哦，小心头。所以太高的人来走就比较辛苦。弯下这样的。在大自然雕塑家的作品前，我们不由得躬身屈腰，以敬他亘古的守望这里。明月窟是大自然的另一件杰作。奶油般的岩壁上镶嵌有来自海底的贝壳化石，证明着台湾岛海运的故事。走过天然胜景，走过林务人员精心雕琢的步道，不论是林间停除散步，或者有备而来挑战自我体力，这条赏心悦目的步道都能令人满载而归。到了。对啊，我们已经走完整个大洞山步道的全程了。那这边看这个地方哈，这边是大洞山步道的一个入口的一个意象。那这个地方就是步道的一个出口跟入口。那入口是在那个步道那边，它离大洞山的整个大洞山山顶大约有1700公尺，走路大约1小时的时间。那它这个步道走一圈，走大圈的大约要5个钟头左右。那从这边进去，那我们可以从这边出来。那如果游客也可以走。如果你时间跟体力因素受限于时间跟体力因素，你也可以走比较小圈的，可以走1个钟头至3个钟头走一圈。一般游客在这边的要回去的话，就是往奋起湖嘉义，就是往那个方向。那边就是往那个来吉跟峰山。攀登大洞山，不论是上山或者下山的旅人，几乎都会选择停留在这处有着特殊地名的小山村。因为本基哦吼，这是一个三面环山，吼那是一卡本基咧，啊一个立地，一个立凹啊，所以本基凹，啊本基哦，
迄声音的啦，所以好多粪气哦。但是粪气伊三面环山吼，这个所在会使讲冬温夏凉。安尼讲，这适合咱台湾的这个季节风。吼，它的粪气靠向西南，啊，粪气后壁都东北，所以这个热天是吹西南风，啊，这个时是冬天都吹东北风，所以讲吼，寒天冷风杂的，热天冷风入来，所以冬温夏凉，这是一个人大小人大的所在。粪气哦，甲这条铁路是息息相关的。阿里山铁路开落去，才有变延伸这个粪桥出来。我早期粪桥这是一个咱的古早咱的先民吼，或者是伫讲做伫用山产啦，还是讲种一寡番薯啦吼，还是讲菜头种吼，是一个伫这里开垦的粪桥。就靠这条铁路，才有法度讲延续到吼，这个生命才有当延续到今仔日就对了。当年蒸汽火车奋力爬升来到奋起湖，必定得停下来休息加水。直到今日，阿里山森林火车依然百转千回地驶进这个森林铁路的中间站奋起湖。坐铁路小火车吃奋起湖铁路便当，清晨由嘉义开出的第一班森林火车来到这里，刚好正午。奋起湖的铁路便当有着许多人的甜美回忆。走一趟著名的老街，感受小山村传承古法的地方名产小吃。碧不见天的街坊内，维持着过去传统的手工。走入老街，仿佛听见了当年的蒸汽火车正吃力地准备行驶进奋起湖。阿里山森林火车奔驰过大洞山的山脚下，搭乘小火车来到奋起湖的游人下车、上车，来了又走。大洞山顶有着3分20秒奇景的日出，正以耀眼的光热温暖这个飘荡有便当芳香、流泻着婆娑光影的森林步道。林管处就把它整建为一个观景的一个平台，就是目前大家站的这个地方啊。那各位看那边是东边哈，那边可以看到整个那个玉山山脉，还有阿里山山脉。然后各位看那边，这边是塔山，啊，塔山山脉就是周主圣山。那塔山的山脚下就是那个来吉的部落。然后继续往这边可以看到那个草岭，啊，峰山，还有整个太河地区。然后这个地方是360度的视野哈，那往那边看可以看到曾文水库，还有茶山，还有阿里山公路那个细顶那个地方，所以它也是一个观星的好地方。那之前那个流星雨的时候，有很多的游客都会上来这边看，所以这边的日出、云海、晚霞，甚至观星都不输阿里山。朗朗清日，更能体悟到林管处于此高点设置观景台的用心。据说绝佳的视野，入夜后甚至可眺望嘉义布袋港的渔火点点，和山顶天幕的星光遥遥辉映。在阿里山盛景的光环下，大洞山同样拥有多元的风貌、多样的步道规划，等待游人亲旅临风。尤其四季地善的动植物生态，正也是这里吸引人的魅力之一。我们不同季节到这个地方来哈，可以看到不同的植物景观。譬如说，像各位看到这个，开很漂亮的那个绯红色这个植物就是山樱花，它是我们台湾的本土树种。这个树是我们林管处在大约89年那时候，把它种了几十株在这边，就是要美化整个景观。那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诱鸟植物，它经常会有吸引很多像白耳画眉啊，或是冠羽画眉在这边栖息。它一般的花期很长哈，一般都从大约11月可以到2月，比较早的话可以11月就开花，那可以延续到2月。
蔷薇科的台湾山樱，别称飞寒樱，花色因为它春夏秋冬都不一样，看着随着季节而变化。那目前大约在玉山的右边，因为现在温度大约只有3度左右，所以你看我们大洞山顶的那个解说牌哈，都已经结霜了哈。然后大家可以看哦，这个其实我们管理处都有在这边做那个解说牌，然后针对大洞山日出做个介绍。你看它结霜结得很严重，把它拨开一下。很厚啊，很厚哎，你看。拨不完了。这可能要花些时间。你看这大洞山3个字，开始就慢慢可以浮现出来，很厚哎。好吧，越来越冰了。下面好像很重要是这个数字哈，3分20秒，可以看一下。把它拨开。大家不要试试看，很冰哦。3分20秒的日出。对啊。3分20秒瑰丽的感官之旅，当然值得在寒风中漫长的等待。不同季节、不同角度的日出奇景，不时幻化出奇异的云影天光，吸引着旅人登高翘首，只为了那瞬间永恒的惊叹。那真好。车好。柔许的晨光温暖着山之顶，这是大洞山一天精彩的开始。唯有亲临现场，才能感受到山风由寒转暖的轻拂，霜雪消融在露水中的寂静。云从风，风从云，在追逐的游戏中，广袤山容逐渐横展眼前。我们目前在这个地方哈，是大洞山顶，它海拔1976公尺。那这个地方以前它因为它视野很好哈，所以以前是林务局的那个一个防火瞭望台。那后来是因为随着登山健行活动的盛行哈，那我们薄小一层云霭，一缕轻雾，围拢住山棱柔美起伏的线条。顶上引领的观日人，张眨着殷切期盼，即使晨露正寒，丝毫不悔衣履上沾惹的一道厚霜。只需喘息片刻，一幅云蒸霞蔚的日出景致，已然宽慰了旅人炙热期待的心，一解与大山与日月星辰浓密而缱绻的乡愁。这是大洞山绵长又颇富哲学意味的知名晨曦。为了一睹这幅令人动容的壮丽光芒，旅人借由一条高升的森林步道，赶赴这场与曙光赛跑的清晨之约。在揽尽霞光之际，步道两侧绿林掩映处，周究着早起觅食的美丽小精灵，而头上脚下正透露着造物者在台湾岛上雕塑的万年玄机。当倦意缓缓袭来，森林火车的动人身影已经驶入奋起湖的清丽小山村。怀念的火车便当，勾起旅人旧日的绵绵柔情。这一切的感动，就曲折爬升在阿里山森林铁路的不远处。这不时奔跃而出的旌旗，就高高悬在步道尽头的大洞山顶。天际明月一轮，然而在浓密的森林底层，夜行客只能借助头灯的指引，屈步向上。天光为明，
海拔不断攀升，早起的人儿就要得到回报。我们今天这么早就出门哈，就是为了看大洞山的山顶的日出哦。那目前这个时候的日出时间大约是6点半到6点40之间哈。那大洞山日出它最大的特色是它日出时间长达3分20秒。那它一般我们看到日出都大约几秒钟，像阿里山日出大约3秒钟就从山顶这样蹦出来，那这边可以3分多钟，所以待会大家可以慢慢的欣赏，然后顺便可以看看周围的一些山峦景观，它有360度的视野，要带手电筒、带头灯。往上连线哈，天亮了。对，我们已经到了山顶了。哦，上面。所以你看天已经渐渐开始快要亮了哈，日出已经待会就快要出来了。对，那这边海拔1976公尺。OK， 赶快上去看。都结霜了。哇，整地都是霜哎。到了，已经到了大洞山的那个观景平台，这边海拔1976公尺。对，然后大家可以看这边视野很棒哦，360度的景观哈。那你们看到那边最高的最尖那座山就是玉山主峰，那它的左边有点像骆驼状的是北风，北风。那日出的方向在哪里？日出大约现在目前绯红并有重瓣品种和五单瓣之分，花大多单粒下垂且不完全开展的绯含英，如小铃铛般的满树绯红，在一片花市寂寥的灰蒙冬日里，特别显得红艳灿烂。栗褐色的树皮分布有许多皮孔，3、4月后，随着嫩枝绿叶登场的是红黑色的诱人核果。不论是果实或者缤纷的山樱花，都是昆虫山鸟的季节美食。台湾特有种的关羽画眉更是其中的常客。有着红嘴红脚的红嘴黑杯，在一束绯红中特别显得昂碎欧短蓝。然而，在群鸟争鸣、山樱大开大放的大洞山顶，才只是步道之旅暖身的开始。自行开车由嘉义前往大洞山，可选择省道18号阿里山公路往东至石桌，转169县道，或奋起湖老街续往前行于14.5公里处右转往来吉方向，至多林检察所。对面即为大洞山步道登山口。另一路线即由石桌续行省道18号阿里山公路至52.8公里处，转往阿里山乡的顶湖小山村，即可开始步行前往大洞山。嘉义县公车安排有固定班次行驶至奋起湖，或考虑由嘉义搭乘阿里山森林火车至奋起湖站，再由奋起湖步行，或安排交通工具至大洞山登山口。